你们知道吗？就是在台湾疫情最严峻啊，那个全台湾人都在疯狂抢疫苗的时候，每天盯着确诊数字，真的是心惊胆战嘛。对，那时候气氛真的很紧绷。没错，但就在大家这么恐慌的时候，竟然有人利用这个全民的危机，在幕后策划了一场高达10.6亿台币的世纪骗局。10.6亿，这数字真的是很惊人。超夸张的，而且这个骗局的幕后黑手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什么拥有重型武器的跨国黑帮之类的，不是那种电影里的黑道。对，他是一位形象完美、平常开着顶级宾利跑车的前律师工会理事长。哇，这个反差真的很大。而且更离奇的是这笔庞大的赃款，最后竟然牵扯出一个隐藏在台中7期顶级豪宅里面的诡异宗教团体。对，那个宗教团体真的很诡异。他们竟然要求信徒每天只能喝精油度日，太扯了吧！这是完全颠覆一般人的想象。真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就是要带大家揭开这起堪称电影情节、复杂程度甚至超越那些被几十个国家媒体大肆报道的跨国犯罪，带你们看透这起疫苗诈骗案的惊人真相。没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解析的，包含白领犯罪、信任渗透，还有跨国洗钱网络，究竟是怎么在一个社会面临重大公卫危机、体制最脆弱的时候，精准地找到破口，把那些极度严谨的大型非营利组织给彻底攻破。对，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呢，任务就是要带你完整还原这起此际500万剂 BNT 疫苗遭诈骗案的始末。那我们先把时间倒转回2021年的台湾，当时新冠疫情全面大爆发，全国进入3级警戒嘛。对，街道上真的是空无一人。真的，最可怕的是我们面临极度的疫苗短缺。那时候像台积电鸿海、慈济这些民间团体，基于人道救援，就急着想从国外采购 BNT 原厂疫苗。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没错，你想象一下那个情境这就像是你家已经陷入火海，家人困在里面，然后你急着拿着一大笔现金在街上到处求购灭火器。这个比喻很生动。对呀，但在这种极度焦虑，几乎每一秒都在死人的压力下，如果有人突然穿着全套消防员的制服出现，胸前还挂着高级识别证，对，然后告诉你他掌握了特殊的内部绿色通道，可以马上帮你拿到最好的灭火器。说真的，你是不是很容易就相信他了？绝对会。这个火场求生的比喻非常贴切。我们在分析这类案件时常说，再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或是这种所谓的特殊通道被攻破的。因为平常像慈济这样庞大的跨国机构，要动用10亿台币去海外采购，应该有一套很严密的流程吧？当然，那是有一套极度严密的标准作业流程的，包含了所谓的尽职调查，就是 due diligence。财务部跟法务部会去查的那种。对，他们会去查核供应商的资本额、过往的交易记录，甚至会委托4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报告。这听起来要弄很久诶。没错，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几个月。但是，当社会处于一种及时救命的恐慌中，常规的程序就变成了一种阻碍。也就是说，为了抢时间，那些原本用来防堵风险的大门，反而被决策者自己给打开了。是的，当危机发生，机构为了求快，会产生一种非常规采购的依赖心理。依赖心理。对，决策者会倾向于相信那些宣称能绕过繁文缛节、拥有特殊管道的中介人士。在巨大的社会期待跟舆论压力下，原本该跑完的尽职调查，就在不知不觉中被跳过了。因为在那一刻，比起程序合规，大家更想要的是马上拿到疫苗。完全正确。所以骗子就是精准抓住了这个急着救人的心理破口嘛。那我们来看看这些穿着消防员制服的骗子到底是什么来头。他们的背景包装真的是教科书等级的。对，报告里出现了2位关键人物。第一位是前彰化律师公会理事长陈玉轩，他是一位形象极佳、出入都开着顶级名车的精英律师。他在这场骗局中是负责主导合约等后续庞大的洗钱工程。
没错。那第二位呢，是负责穿针引线的跨国中介掮客，叫做李义儒。这个李义儒的手法非常细腻哦。怎么说？他不是以外人的身份去谈判，他是利用自己曾经是美国慈济青年的这个背景，用一种自己人的姿态去拉近跟慈济高层的关系。这一招很厉害，这种手法我们称为信任骇客。信任骇客，对，他不去攻击你的防火墙，而是直接拿到你的大门钥匙。林一如向慈济高层编织了一个极度虚妄，但在当时的混乱资讯下又很难查证的剧本。对，我看报告说，他谎称自己管理着高达50亿美元的海外基金。不止如此，他还说背后有上海复兴医药大股东的势力，甚至还捏造自己曾经陪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亲自飞到德国去谈判疫苗。他真的把所有最能唬人的关键字都串着一起了。真的，结果慈济高层竟然真的误信了他有这个通天本领，于是委托了陈玉轩实质控制的一家叫做裕达的公司，去采购那500万剂的 BNT 疫苗。对，而且直接把高达3000万美金，折合台币大约10.6亿的委托顾问费，就这样汇进了这家公司的账户。10.6亿就这样汇出去了。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一定会觉得很扯，这可是10亿台币啊！慈济这么庞大、经验丰富的组织，怎么可能只听一个前美国慈济青年在那边吹嘘，连查核都不查，就直接掏出10亿？确实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对呀，他们过去做过无数次跨国赈灾，看过大风大浪的，这中间难道没有任何人踩刹车吗？这就是整起案件最核心，也最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怎么说？就是他们究竟是如何瘫痪掉一个大型机构的财务防线？这背后的运作机制，其实是利用了人类大脑在面对高压时的认知简洁。认知简洁，也就是所谓的光环效应。陈玉轩非常聪明地利用了他的双重身份。首先，他不仅仅是个律师，他还是前律师公会的理事长。在台湾社会，这个头衔本身就自带极高的道德与专业公信力。没错，但单靠头衔还不够，他更致命的武器是懂得利用国家级的视觉背书啊。对，我看调查报告的时候，真的觉得这招太狠了。就是2021年6月的时候，他非常高调的陪同慈济的执行长一起去食药署递交文件。这还只是第一步。对啊，到了9月，首批 BNT 疫苗终于抵达台湾的时候，他竟然以基金会律师的身份，堂而皇之地的跟时任卫福部长陈时中、慈济执行长并肩站在一起。就在机场的停机坪接机。对啊，那些照片可是上了全台湾各大新闻台的头条诶。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慈济内部的财务审计人员，当你看到这个负责疫苗采购案的律师，不仅代表机构去政府交件，还跟卫福部长在机场迎接疫苗。对，在你的大脑里，这张照片就是最高规格的国家级信用背书。人类在处理复杂资讯时，往往会依赖这种视觉上的权威象征。所以，当一个人在新闻画面上跟部长并肩作战，潜意识就自动帮他完成了所有的信用审查了。没错，你还会去质疑他名下的公司是不是空格吗？你还会去查那10亿元的金流项吗？根本不会了。这种权威光环的寄生，真的是彻底瓦解了任何可能存在的内部质疑。完全是把狐假狐威玩到了极致，用国家的背板来做自己的诈骗简报，真的超扯。那这10亿汇进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这笔款马上就被他们启动了乾坤大挪移。陈玉轩将其中的7.4亿元迅速转入他个人以及另一家方宇公司账户，接着就开始疯狂的提领现金，总共提领了高达5.2亿元。5.2亿的现金诶。为了掩饰这庞大的资金流向，他还联合了9家外部的人头公司，开出了33张不实的假发票来做账。光是知道这些假交易逃漏的税金就高达5374万。天哪！不过这种透过跨公司假交易来做账断点的手法，好像是重大经济犯罪的标准流程，对吧？没错，这是标准流程。但这起案件真正走向失控，
甚至有点魔幻写实的，是这些钱最后流向的地方。啊，这就带我们进入了这起案件最让人匪夷所思的篇章了，也就是豪宅、黄金与诡异宗教。这部分真的非常离奇。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位跨国掮客李义儒，他的父母叫做李世忠与罗文芳。这对夫妻拿着骗来的钱，在台中7期最顶级的豪宅富邦天空树里面，创立了一个叫护道的宗教团体。当我们看到诈骗集团转向宗教形式时，这往往不是单纯为了信仰，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建立一种极致的心理控制。说到心理控制，这个宗教的教义真的是荒谬到极点呢。他们信奉一种叫辟谷的修行方式，就是要求信徒绝对不能吃五谷杂粮。对，每天3餐只能喝他们提供的精油来度日，宣称这样可以净化身体。喝精油净化身体，这在医学上完全说不通哎。但最夸张的是，这对夫妻自己却在豪宅里过着极度奢靡的生活，常常大摆鲍鱼、龙虾宴。对，然后调查发现，他们吃这些顶级海鲜的时候，是放在嘴里嚼一嚼，享受味道，然后就直接吐掉，超浪费。接着再喝下精油，跟信徒说他们这是在补充宇宙能量。这听起来像是一场闹剧，但在犯罪心理学上，这是非常高明的服从性测试。服从性测试怎么说？如果你能让一群人放弃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就是吃饭，而去喝精油，这意味着你已经完全摧毁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没错，诈骗集团为什么需要这样的邪教组织？因为这些被深度洗脑的信徒就是最完美的洗钱人头与防护哦，他们会毫无怨言地替你转账，替你藏匿资产，甚至在检警上门时替你顶罪。这对夫妻嚼海鲜再吐掉的行为，一方面是满足口腹之欲，另一方面也是维持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人设。是的，这种极致的反差，原来正是邪教运作的核心动力。是的。而当检调人员终于突破防线，冲进这间台中豪宅进行搜索的时候，眼前的景象真的是让办案人员都傻眼了。查获的东西非常惊人。对，在那间充满精油香味的和室里，检调撬开了榻下方的木地板。你猜里面有什么？里面竟然藏了一捆又一捆的1000元大钞，清点出来的现金超过8000万。更夸张的是，旁边还整齐地放着高达158.8公斤、市价大约6.8亿台币的实体黄金条，快7亿的黄金，这个视觉震撼一定很强。但这边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哦，他们明明是很懂法律的律师，也用了合法的顾问公司跟30几张假发票来做账洗钱。洗钱手法一开始是很现代化的。对啊。那为什么最后还要大费周章去买200多公斤的实体黄金，甚至把8000万现金像古代守财奴一样藏在榻榻米底下？这听起来很复古，对不对？超像上个世纪海盗藏宝图的情节啊，完全不符合我们对现代高智商白领犯罪的想象。为什么不转成虚拟货币，或是洗到海外的离岸账户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盲点，也是这群罪犯极度精明的地方。怎么说？很多人以为用虚拟货币洗钱最安全，但实际上只要是数位金融，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区块链上的公开账本反而可能成为致命伤。没错，他们真正要躲避的是现代金融体系里一个叫做大额交易申报的机制，也就是 CTR（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CTR 具体是防什么？在现今的防治洗钱法规下，只要你在银行进行超过新台币50万元的现金收付或换汇，银行系统就会强制且自动地向法务部调查局通报。所以如果他们把这10亿资金继续留在数位金融体系里流动，无论怎么转账，都会不断触发警报，立刻引来国税局和洗钱防治处的全面追查。原来如此。因此，他们必须制造一个彻底的物理断点。实体黄金具备极高的价值密度，158公斤听起来很重，但体积其实不大。可是价值将近7亿耶。对，
最重要的是，实体黄金没有电子标签，没有 IP 位置，它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匿名变现。所以把数位账户里的赃款提领出来，变成沉甸甸的黄金藏在地板下。虽然手法看似原始，但恰恰是最精密的算计。没错，这是为了彻底从国家金融监管雷达上消失，最难以追踪的方法。这真的是返璞归真，用最笨的物理方法去破解最高科技的数位追踪。不过天网恢恢了，他们后来还是露出了马脚。对，检调机关后来发动了2波大规模的搜索行动，总共查扣了超过10.8亿元的资产，包含了刚刚提到的现金、黄金，还有好几辆宾利豪车跟名下的房地产。算一算，这几乎已经完全覆盖了慈济当初被骗的10.6亿元了。真的，而且这里面有个超讽刺的小插曲，这群被收押禁见的嫌犯，包含了那个号称不吃五谷、只喝精油的宗教大师。进了看守所之后呢？因为看守所里面当然没有精油可以喝啊，结果他把配发的米饭便当吃得一干二净。这就是现实。当权力、金钱与虚假的神圣幻象被国家公权力戳破后，他们终究只能回归最基本的人类生理需求，彻底证明了那个宗教团体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不过，这起案件曝光后，社会上的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效应，其实更值得我们深思。确实，后续引发的效应非常大。对，我们这边必须非常客观的来检视一下。当时新闻刚出来的时候，网络上有很多乡民在嘲笑慈济，说他们是佛系讨债。为什么说是佛系讨债？因为竹贤陈玉轩其实在当年的5月就已经被检调秘密收押了，但慈济一直闷不吭声，等到8月案件正式起诉、新闻曝光后，才对外发布声明。声明里还写着，若法院判决有罪，相关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对啊，很多网友就质疑，你被骗了10亿，怎么不赶快大动作开记者会提告，还在那边等法院判决？这其实是大众对法律程序的误解。我们必须帮非营利组织厘清一个残酷的法律现实。哦，什么现实？像慈济这样的民间机构，不管它规模多大，它终究没有司法调查权跟资产冻结权。他们不是警察。对，当他们在内部查账，意识到这笔钱可能被骗的时候，如果贸然开记者会或是大张旗鼓的提告，这无异于打草惊蛇啊！诈骗集团一旦收到风声，可能在几小时内就把那些黄金转移了，甚至把资金汇往没有引渡条约的海外国家。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也是最正确的策略，就是暗中配合检方办案，让检察官利用国家公权力发动突击搜索，把所有的资产扣押下来。没错，等到犯罪事实确认、正式起诉了，机构才能依据刑事诉讼法去申请发还这些被扣押的赃款。所以这绝对不是什么佛系讨债，而是在面对拥有高度隐匿能力的洗钱犯罪时，最务实的反击。让子弹飞一会，先把钱扣住才是硬道理。了解，先不动声色把对方的金库锁死，这才是真正的高招。而这起案件因为牵涉到当时极度敏感的疫苗采购，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了台湾的政治迷雾之中。当时的政治氛围真的是高度对立。对，我们来中立的回顾一下当时各方的说法。时任卫福部长陈时中出面表示，当年他就多次在记者会上提醒大家，市场上有很多疫苗掮客在活动，要大家千万小心。现在真相大白，确实有掮客诈骗。对，所以陈时中认为，过去那些对防疫团队提出不实指控的人，应该要给个道歉。但另一方面，国民党等在野阵营，像是蒋万安、王宏伟，还有学者沈伯洋等人，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的。在野党的质疑是什么？他们质疑，即便有诈骗案发生，但当时的政府到底有没有在第一时间满足人民迫切的疫苗需求？为什么要让民间团体自己去面对这些风险？
这是一个制度面的拷问。而且他们认为慈济这么庞大的金流，内控机制完全失灵也很夸张。他们强调，不能因为抓到了一个诈骗集团，就顺势转移了当时社会对于政府是否阻挡民间采购疫苗的争议焦点。各方都有各自的论述。对，就连前总统蔡英文当时也针对这类乱象发了文，呼吁大家危机时不必相信单一政党，但要相信专业。其实，如果我们跳脱出这些政治口水，不去评判谁对谁错，把这些声音看作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什么事实？这场风暴完美地凸显了什么叫做资讯迷雾。当一个社会同时面临公卫危机与政治高度对立的时候，社会的集体注意力和批判性思考全部被政治争论给榨干了。哇，大家都忙着吵架。对，全台湾的媒体、名嘴、民众都在为政府到底有没有打疫苗吵得不可开交，而这种资讯的混乱与集体焦虑，恰恰成了诈骗集团最完美的掩护。因为当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政治人物的时候，反而没有人会去仔细查核那个站在官员旁边笑容满面的精英律师手里拿的文件到底是不是真的。没错，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这真的太发人深省了。所以回顾这整起高达10亿的疫苗采购诈骗案，这一切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深远。它绝对不只是一个茶余饭后的离奇犯罪故事，它其实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体制的脆弱与人性的盲点。是的，尤其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它告诉我们，就算是拥有庞大资源、看过无数大场面的跨国机构，在面对极度的时间焦虑，以及面对无限可及的权威光环时，都可能在瞬间失去防备。不管是顶级律师的头衔，还是跟政府高官的合照，对，就这样把10几亿的救命钱白白送给别人。从这起案件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从制度面来看，未来的非营利机构在进行重大且紧急的采购时，越是危急，越不能省略多重的外部审查，还有第三方独立的尽职调查。没错，不能仅凭任何个人的名誉担保，或是几张看似官方的合照就轻易拨款。这对金融监管机构也是一个警示吧。面对律师、会计师这类拥有高度社会信任的专业人士，当他们名下的公司出现异常金流时，大数据联防系统应该要给予更严格的警示。制度的防线永远比人性的直觉来得可靠。真的，不要相信感觉，要相信查核。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次带来的深度探讨，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节目，并把这集分享给你的朋友。今天聊了诈骗集团是如何精准利用社会焦虑与权威光环来骇入人心。对，那你认为在面对未来的紧急危机时，我们个人或机构到底该如何避免再次被这种权威光环给蒙蔽？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哦。保持清醒的批判性思考，永远是我们在面对资讯过载时最好也最锋利的武器。在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延伸的思考点，你们在这个资讯爆炸，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随意包装自己背景，甚至用 AI 生成完美履历的时代，当你下次在职场上、在投资群组里，或者在生活中遇到一位头衔惊人、开着名车，还能随手拿出与各大政商名流合照的专家时，你眼前的这个人究竟是能拯救你脱离危机的救星，还是另一个精心设计准备把你扒光的幻想？这真的很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答案就留给你们自己去探索了。我们下次见。